大家好，我是王工。我们上一节课讲了程序顺序视图，然后这些就比如这个位置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们不用就是把这些所有的都记住，它究竟是干什么的。但是字面意思我们要能够看得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编程的时候嘛，可能慢慢的你就已经把这些就是大概的所有的一点一点的都会就是特别的熟悉，就已经不用再思考说这个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这个已经说完了，我们看一下它的下边这个叫做机床视图，我们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好，主要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得到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工序档器中显示机床视图，这个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机床给显示出来，然后之后看那个机床是怎么运动，就是加工我们这个零件嘛，这些刀轨怎么运动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前期学习我们连这个程序都没有编出来，所以说这个我们用不上。如果想要用的话，就是编辑这个在库中调入机床，就可以去找很多的机床。我们这个先不说我们要说的是下边这些，可以看一下往后拉，这个可以往下拉，再拉到下边，这些究竟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所了解了一看就懂了。这个位置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道具，我们这个道具放在什么地方了？全部都放在这个边上了。为什么有这些道具呢？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做的那个模板，还记得吗？那个模板，如果你自己想要添加或者想要去删除这些道具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模板里面去删除或者添加。怎么操作呢？请看我那个是沈阳王工那个模板，然后里面有一个编程模板，去那里面去找看一下那个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当然这个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第一个这个是100的意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直径。看一下如果有的时候你 F8 摆正的话，这个不显示了，看一下不显示了，不显示了，你可以点一下别的地方，再点一下这个100，这个道具就显示出来了。直径100，也就是它和它这个道具整个的直径是10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双击给它打开，或者右键编辑都是可以的。我习惯了双击给它打开，双击打开，打开了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直径100，好，很明显这个道具直径是100，下半径没有，这几个都没有，不管它。长度是75，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道具的总长是75，然后刃长是50，我说白了是这个位置，距离这个位置是50。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个100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盘刀，直径100的这么一个盘刀，下半径这是0，就说明是100R0.8。我们通常那个刀具那个刀片都会有一个 R0.8 那么一个小圆角，所以说是100R0.8的这么一个道具。为什么我给它下边这个圆角改成0了呢？我们接下来编程的时候再说。我们现在只要知道这个道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就行。是一个盘刀，它这个长度是75，然后刃长是50。肯定你们会问，这个50怎么可能？我们这个刃长怎么可能是50呢？因为这个刀片嘛，它不可能有50那么长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大概给它一个这个数就行，不用说你创建的跟那个刀具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不需要，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大概的这个道具就是大小给它创建出来，这样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这个道具默认比如每次点开的话，默认都会出现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点鼠标左键摁住它可以这么去拖，也可以直接点击屏幕的其中一个位置就把道具给放在这个位置了。这个究竟有什么用我们说白了就是可以把它，比如大概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我们这个一刀能不能盖过来。有时候这个是边嘛，这个是边。如果说它是从这边下刀，这么走，加工到这，然后再过来，一刀能不能盖过来？很明显，这个是可以的100的刀是可以把它盖过来的。好，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位置有一个很大的材料，这个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刀很大，加工不到这个圆角。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肯定还需要另外一种刀去给它清一下角。知道这意思就行。总不能说加工到这吧？加工到这的话，岂不是我们这个位置过切了？这个意思就是
唯一就是我们先参考一下，看一下这个刀具究竟够不够大呀，还是可不可以使用这把刀具行不行？就这样去看一下啊，大概的看一下。但是究竟最终的选择，你也要看一下你们究竟有什么刀具。可以随便点了，自己这么点也是可以的，点这个位置或者点这个角都是可以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刀具去怎么去更改或者怎么去看，大概还有这个长度啊、刃长这个含义。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啊，打个比方现在这19、90、80、63、40这些全部都是这个上刀片的啊，只要是 E 打头的，全部都是上刀片的这种刀具。E25、E21、E20。还有17、16，比如啊，打个比方，我们要创建一个 E15的道具，这样怎么去创建啊？右键复制，直接点击粘贴。好，现在这个和这个，它们两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我们复制粘贴一种东西一样，一个文件夹或者是别的也好，你复制的和粘贴的，它们两个肯定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把粘贴的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好，右键，为什么后边有这个英文呢？就因为它们两个名啊不能重复。比如 E17的啊，只要把这个6改成7，回车，哎，有17的道具是吧？哦，15的啊，右键重命名，我们把这个位置你可以这么拉一下，它改成5。好，现在可以吗？它复制的它这个位置改成145，这样是不是肯定不可以？它这个名虽然改成了145，但是啊，这把刀具还是16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能说你这个位置这重命名改成15，它就是15的道具，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双击打开之后，我们在这个直径这个位置给它填上15，好，回车就可以了。那上边这些什么刀柄加湿器更多，这个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直径给整明白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长度刃长已经说过了，一点确定。这个时候啊，我们这把刀具才是E15的刀具。双击打开，再检查一下啊，15正确，好，确定。看一下下边的 E90 20.8，其实这个和这个 E90，它们两个其实差不多，但是这 20.8发现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这种小圆角，这个位置就是 20.8。为什么两种刀具它如此之像啊？就是我们未来编程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未来编程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得到，到时候我们再说。好，现在不用说的那么明白，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些刀具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这个还有 E63 R6的这种刀具大家都知道吧？就是 E63的盘刀 R6的那种刀片，那种就是 R6的刀片嘛，还挺大的圆的那种刀片啊。E63 2.8的是那种方的那种刀片，这个都字面意思啊，看的也是比较清楚。比如这个 E25 R5的这种刀具，我们复制一下，然后之后粘贴。想要创建一个 E26 R5的吧，就是随便创建一个重命名，第一步就是重命名 E26 R5，然后后边这些英文全部都给删除。好，回车，这个位置我们双击打开 E26 R5，好，这个 R 我们不需要改。打个比方啊，现在不想直接确定行，比如这把刀，你发现你工作当中你发现你建错了啊，不想要这把刀，双击可以打开了。比如你想建一个R4的，哎，给它改成4，哎，回车一下啊，必须得摁回车。比如改成5，你得摁下回车，你才预览到这个 R 啊，比如输1回车，好，这个位置就是1啊，必须得回车一下啊，习惯性回车，好，回车R4，好，回车。任长什么不用管，我们直接点确定。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重命名把5改成4，因为你里面已经改成26 R4的，所以外边同样需要更改。确定。这个呢就是快速的创建这么一把刀具啊。这个创建刀具的话，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 E 开头的，所有的当中全部都是上刀片的。那下边这有 D 开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立体刀的意思。就是不上刀片的，用侧刃也可以去加工的那种刀具。我们干这个比如干机床的，我相信大家都见过这种刀具，肯定是见过的。D35 R3的就是35 R3的刀，很明显啊。D14 R1.5 就是14 R1.5的立体刀。比如这个怎么创建呢？其实创建方法跟我们刚才是一模一样的啊。比如把它
复制粘贴，创建一把这种 R， 它有什么没有创建过的？比如 R1.6 吧，我随便说啊，D12 R1.6 的刀，我们 D12 不用改 R， 好，把它们全部选中，改成 1.6， 回车。这把刀具现在是 D12 R1.6 的刀具吗？是不是？肯定不是哈。所以说我们双击打开，12是对的，这个 0.5 肯定不对了，我们改成 1.6， 回车。好，现在它是 D16R 1.6 的这种刀具，但是我们这个总长度，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总长其实就好一些了，好理解了，是不是？像盘刀的话，我们可能不需要输入，但是这种刀具你也可以输入的啊，12 1.6，总长可以输入100都可以的，比如刃长40，好，这种刀具也是可以的。看一下啊，这个正好是不光侧壁的时候，这个刃和这个面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肯定不行啊，我们要走2刀，要不然这个刃长是说明它刃长不够长，对不对？要是50的呢，50刃长的，它就够长了。当然啊，这个其实输入多少对于我们编程来说啊，就这光侧壁这个程序来说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输入个1也好，哪怕输入个1，你该光侧壁1刀下20或下30，它程序同样还是会出来的。只不过就是你真正的上道具的话，你上道具就机床的时候加工的时候，你那个道具肯定是要上的对，那就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位置你有的时候你就默认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更改。一开始是不是70、50吧？所以说你也不用说非得去更改，只要你这个刀具夹持这个长度，你一定要给操作知道，因为你加工这个面嘛，肯定要知道，你这个夹多长。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星空外挂，我们直接输入的话，直接后处理的话，就已经知道它的长度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前期学习的话，也是不用非得让它跟我们的刀具一模一样，也是就是大概就可以了。好，直接确定。这是 D 啊，D 打头的都是那种R 几 R 几的，你看都是 R 几 R 几的。下边还有一个 B25 R 几 R 几，它这种是什么道具呢？很明显吧，这是球刀，比如 B12 R6 的，那就是12 R6 的球刀。双击打开看一下，这位置12，然后下半径是6，就说明是一个球刀。好，聚焦。这下边都是这些只要是 B 打头的都是这种球刀，D 打头的都是立体刀。这个我就不复制粘贴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稍微练习一下，复制粘贴，自己多创建几把道具。这个创建道具的话只有在你这个 A1-1 这个里面生成有用啊。如果你换一个别的图，就是比如你刚才创建了一把什么D16 R1.5 的刀，比如其实在别的图里面是没有的。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创建好了，你未来你打开所有的图形里面全部都有你刚刚创建这把刀，这样不是的。你必须在那个模板里面，就是模板里面去创建才可以，它自己才永远性的保留。模板怎么制作，刚刚也说过了，在那个编程模板里面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球刀，这个 D 这个什么刀呢？D 打头的，就是说白了就是D8的话就是D8R0 的刀，就是 R0 的，所有全部都是 R0 的道具。好，我可以直接看一下，直接点一下。好，看下边没有这种小圆角，就是一个立体刀 R0 的，全部都是如果没有这把刀的话，你同样是复制粘贴，然后修改一下这个道具指令就可以了。这个位置修改一下这个位置道具指令就可以了。行，为什么它有一个？你看这个D12这个位置还有一个D12杠距呢？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你看点一下D12杠距，这个直径是11.96，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一个道具呢？就是未来我编程的时候有可能有的这种余量就加工完，可能这边余量和这边余量有点不到位，所以说我就特意改小了这么一把刀。但是实际上刀的话还是D12的道具，正常还是12的。这个未来可以我们自己慢慢来学习。当然我们现在就是练习嘛，练习的话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杠距，就是用正常的我们这个道具就可以了。D7、D6 5.8这些全部都是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DJ6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把刀角刀。
，DJ6就是倒角6的意思。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双击打开。好，指示我们把这个直径改成6，然后这个尖角改成了45度。我们现在这个把刀是45度的倒角刀。好，想要创建的话，同样的道理啊，复制粘贴，所有的都是这样啊，复制粘贴，然后改一下名，比如改成14的。好，回车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尖角还是45度，确定。这个名我们记得一定要给它改一下，要不然是肯定不对的。是，好，一定要外边这个名和里面这个直径是对得上的。如果有下半径的话，也要对得上的。这刻字刀呢，双击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点击。好，由于它特别的细啊，我们要拉近才能看。好，特意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细的这种刻字刀，因为它只走这种线嘛。刻字只走线，所以说创建一个特别小的刀具，哎，就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创建啊。M 大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M3 就说明是 M3的螺纹 ，M4 就 M4的螺纹，然后一直到下边 M16，好，这几个如果没有的话啊，同样也是复制粘贴，这是创建。双击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直径，只需要改这个直径就可以了，把直径6改成7或者8、9、10都可以。好，中心转。这个我们一般是点孔的时候需要啊，中心转它是点孔，啊，这个是弹孔，这是角孔，这些其实啊，不管是弹孔还是角孔，我们只需要就随便选把刀，其实都能程序都能出来，因为它只走这个孔的中间，不管是弹孔还是角孔啊，只走中间，选什么刀都行。这个 J2 到最后了啊 ，J14 这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啊？全部都是钻头的意思，全部都是。钻头呀也是比较多，当然有的有啊，有的还是没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己同样还是需要自己创建。比如 J4.1 没有的话，你同样复制粘贴，把它改成4.1，看一下啊，4.1回车，然后之后双击打开，把它改成4.1回车，好，确定，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钻头4.1的钻头就已经创建好了。因为钻头实在太多了啊，大家自己创建吧，有的可能数还比较准。有的可能是6.55什么之类的，就是自己创建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钻头，再回顾一下啊，J 大头的是钻头 ，M 大头的就是螺纹，丝锥啊，丝锥，公司用的丝锥，然后中心钻、弹孔、角孔，刻字 DJ 啊，DJ 就是倒角刀的意思，倒角刀，然后 D 大头啊，就是普通的那种 D R0，就是比如D5R0那种立体刀。带锯的啊，大家也不用管了，带锯的，可能未来我们慢慢习惯了，就知道它究竟什么意思。现在啊，我们不用管它。然后 B 大头的全部都是这种球刀，这种还有 D6R1、6R2这种很明显立体刀，就是 R2的带 R 角的。上面还有 E 大头的，E 大头全部都是带刀片的道具。看一下啊，可以自己这么点一下，然后之后看一下究竟什么意思。上面还有 E 大头啊，这种是也是跟这个其实 R0.8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只不过是未来编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想要选这种 R0.8的这种，你就直接选择 E80就可以了。为了编程方便编程而创建的啊。好，这一部分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我们这个计算视图就是我们这些道具，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道具，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或者是双击打开。看一下这些参数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位置，刀柄还有加湿器这些，我们目前为止是不需要管它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位置稍微给它就是复习一下就可以了，好好的看一下。好，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啊。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